Hello，大家好，又见面啦。我今天去理头发了，这个发型我已经维持了3、4年了。我蛮喜欢这种发型，因为清爽好整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理，因为我有买那个理发器，自己就推一推就好了。那我今天是换到另外一个家录音，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边是客厅，所以有点不一样。那这2天因为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我都很晚才有时间，然后上传的时间也稍微晚了一点。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会坚持每天上传，就是达到自己最初的期望和要求。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念佛一样，我无论如何每天还是会把那个进度补完。好，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少，所以我可能会录短一点。好，那最近的话，我现在已经坚持上传1个礼拜了，我觉得还不错。虽然说我的影片内容都偏长，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如果读经啊或什么的，有时候一专心下去，然后发想，然后联想灵感一直来，通常半小时1小时都很正常，甚至更长也不奇怪。因为有时候我想到一个有趣的主题，我会一直延展下去，然后我会一直有很多的灵感出来，然后我也会把它记录下来。反而如果说像这样子每天录影片，然后要求内容的长度控制在5分钟到10分钟以内的话，那其实就是反而要训练，就训练让自己讲的内容更节奏更清楚，段落更清楚，然后时间掌握得更好，这也是我要加强的地方。所以每天都让自己进步一点点。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影片，然后呢分享一些自己擅长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如果在 YouTube 平台上面呢，大家都做一些通俗啊、流量比较大的内容，那久而久之，我们说82法则嘛，假设80%的人喜欢看通俗的内容，20%的人喜欢看一些比较特殊或是比较他有兴趣或是比较深入的内容。那如果说大部分的创作者都是创作一些通俗的内容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平台上面通俗的内容就会越来越多。那一些比较深入啊，或是比较小众、冷门，但是蛮有趣的内容就会被边缘化了。那想做的创作者，他也不一定有那个动力和信心去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呢，还是要多一点人去创作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比较丰富和有价值性的内容，不要都那么通俗。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在 YouTube 平台上面看影片的时候，也会能够获取到更多比较有智慧啊，或是说比较丰富的资讯。那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六祖坛经。最近读的进度稍微慢了一点，我看一下今天要怎么分享，酝酿一下灵感。好，我们前面提到呢，六祖他是虽然身在社会最底层的这种社会地位，但是呢，他跟大众呢分享说呢，每个人的自信智慧都是亲近平等的，这是大家能够修行和成就的一个关键要素。让他分享他的故事哈，他的家境很贫穷，跟母亲相依为命哈。有一天他在工作中呢，听到客人读诵《金刚经》，当下呢他觉醒了，发现了启发了自己内在的智慧哈，发现到自己接收到自己内在收音机的讯息。这时候呢，客人告诉他说，读的是《金刚经》。慧能就问他说：“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一部《金刚经》呢，你是从哪里受持而来的呢？”估计呢，慧能也想要去拜访这个源头，就是看这个《金刚经》呢是哪一位师父在传授的。他估计想要去拜访这位师父。客人就告诉他说：“我从齐州的黄梅县东禅寺来的。”在东禅寺当中呢，是五祖弘忍大师在那边弘法，就是达摩祖师呢来到中国传法之后的传到第5代就是弘忍大师。那后来六祖慧能就是成为了第6代祖师。客人告诉慧能说呢，他就是到了黄梅县东禅寺，在五祖弘忍大师那边呢，听到了弘忍大师在分享的《金刚经》，于是呢，他就请了一本《金刚经》回来，平常呢就时不时的在读诵《金刚经》，而且他告诉他说呢，弘忍大师那边呢，门人有1000多人哦，其实是相当于是蛮多人的。
以当时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多人的。客人告诉慧能说呢，他就是到了东禅寺去礼拜，听到了弘忍大师在讲《金刚经》。当下这个客人呢，就告诉慧能说呢，《金刚经》的殊胜。他说呢，弘忍大师呢，常常劝所有的徒弟，还有劝所有的这些俗家的来法会听课的人，他跟大家都劝说呢，大家呢，只要呢受持《金刚经》呢，就能够见性。换句话说，如果用我们现在比较白话的譬喻，就是说，弘忍大师告诉所有的有缘人说，还有所有的弟子说，只要能够诚心的受持《金刚经》呢，就能够透过《金刚经》呢，启发自己的自信智慧。换句话说，就是我之前视频中跟大家分享的，就能够倾听，去连接到自己内在的这个无限智慧，跟自己内在的收音机呢连上线，对上频率，然后呢直了成佛。那这句话就跟当前面呢慧能说的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一样。换句话说呢，六祖慧能的教学方法呢是传承自五祖弘忍的，那他们都是鼓励大家呢透过《金刚经》的这种功德力，还有这种频率和磁场。那当你受持《金刚经》的时候，不管你是透过文字的内容，还是透过它的整体的意境、频率的影响呢，能够帮助我们呢放下这些思维心，放下情绪，然后呢与自己的自信智慧链接上。那当我们能开始呢能够有能力与自己的自信智慧链接上，就像慧能当时在课殿中一瞬间，他不是自己在读诵，也不是自己受持《金刚经》，他是别人在受持《金刚经》，然后呢他无意中听到了。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是说，你看有时候我们在受持《金刚经》，或是我们在读经，那周边的人反而被我们的频率也带动到，他也受益了。所以有时候这种频率的东西，就像声音啊，就像这种有影响力的。那五祖弘忍大师的教学方法就是鼓励大家受持《金刚经》，能够帮助我们开启自信智慧的大门，能够帮助我们呢接收到自己内在的收音机，连上线。那当你连上线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与信息场，你就可以开始接收到灵感。那透过这个灵感，透过这个内在智慧的引导，就能够直了成佛，就可以完成自己在人生当中旅途的找到方向，然后呢能够完成自己的体验过程，最后能够圆满自己的历练，然后还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能够回归到原来我们灵性的家乡。这时候呢，慧能终于知道了，原来《金刚经》是五祖弘忍在推广的。所以说他无意当中呢，因为这个工作去听到课殿当中的客人读诵《金刚经》，因而与五祖弘忍大师结上了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常常说啊，佛度有缘人，还有就是说根基祖德佛缘。这边在讲的就是说，慧能跟这个五祖、跟这个《金刚经》、跟这个佛法是累世呢有一定的缘分，所以呢才能够在这个机缘之下听闻到《金刚经》。那他瞬间顿悟了，有所启发了，因此他想要去拜访五祖，希望能够再得到老师进一步的指导，还有得到老师进一步的一种教导和印证。今天这一段呢，最感动的地方应该就是在这里了。慧能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一方面是这个客人读诵《金刚经》，但真正的源头是因为五祖弘忍。从达摩祖师传承以来，到了第5代五祖弘忍，达摩祖师先将这个心法带到了中国。那他为什么会来中国？也是因为有一定的使命，因为达摩祖师他也是一个开悟圣人，所以他一定是接收到了他内在智慧给他的一个引导，告诉他说他要往东方来到中国，他告诉他说他必须要在这边找到适合的对象呢，将这个心法传承下去，进而在中国未来能够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那这个因缘呢，一直传到了第5代，都是单传独授的。到了第5代呢，弘忍大师呢，他门人有1000多人，所以说呢，他已经将这个心法，还有将
到了他这一代呢，用《金刚经》来弘法他已经把它传递出去，跟很多的弟子、跟很多的俗家的这些喜欢学习佛法的人去分享、去推广。然后呢，透过这些僧俗、这些弟子和这些俗家的居士呢，受持《金刚经》呢，然后呢，才因为这个机缘呢，间接的慧能，他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他才就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到《金刚经》，所以真的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呀，能够接触到佛法佛经的人是比我们现代更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没有网络，当时都是靠文字、靠面对面的、靠语言传递的，而且慧能又不识字，所以他基本上不可能自己去读《金刚经》，他只能靠听的。那刚刚好有人读给他听，所以你说这个真的是很巧合。如果不是遇到这个客人读诵《金刚经》的话，慧能可以说一辈子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够接触到《金刚经》，所以这是有一定的缘分。更难得的是他在接触到的当下他就觉悟了，如果他当下没有觉悟的话，他不一定有下一次的机会。所以说这都是有很深的缘分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哈。这边其实我还想讲的更多，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明天再继续聊这个部分。好，那谢谢大家，拜拜。